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银行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惊人秘密。这个秘密只要你知道，去柜台多签一个字，你放在银行里那些养老金的利息，马上就能从可怜兮兮的 0.6%、0.7%，瞬间跳到 1.6%、1.7%，直接翻了3倍。你可能不知道，你的退休金这几年下来，已经被银行默默吃掉了多少本来该属于你的利息钱。这些钱不是小数目啊，一年可能就是好几万块，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白白让银行拿走？今天志玲就要把这个银行界不想让你知道的窗户纸彻底捅破，把这些年被吞掉的钱教你怎么一点一点拿回来。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健康之道频道，或者还没订阅我们的老朋友，志玲拜托你现在就伸出手指按一下右下角那个订阅按钮，顺便把旁边那个小铃铛也一起按下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重视健康也重视晚年生活品质的朋友设立的。我不只会分享保健知识，更会经常挖掘像今天这种能实实在在帮你把钱守好甚至变多的理财妙招。你订阅了，开了小铃铛，以后只要有这种好康资讯， YouTube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让自己退休金变厚，晚年过得更安稳的机会了。眼睛一眨，2026年都快到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问问大家，你手头那笔准备养老的钱，是不是还静静地躺在活期存款账户里睡大觉？如果你点头了，那志玲要用很认真、很严肃的语气告诉你，你正在帮银行免费打工，而且打的是白工。银行里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行员，他们绝对不会主动走到你面前跟你说，伯伯阿姨，你的存折有个功能没打开，利息少赚很多哦。他们不会说的，因为这对他们没好处。你的存折里其实藏着一个隐藏开关，这个开关只要打开，你的钱就会自动用更高的利率替你工作。但你去银行办事，他们宁可拼命推销你买基金、买保险，因为那些他们有奖金可以拿，而帮你开这个开关，他们1毛钱额外好处都没有，当然懒得主动提。我知道口说无凭，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最清楚的账，你一看就会明白，这些年你到底亏了多少。我们就拿一笔中等的养老金来算，假设你手上有300万台币，这笔钱你不敢乱投资，怕亏掉，就只想安安稳稳放银行，心想着随时可能要看医生，要付药钱，或者孙子突然要交学费，要买教材，所以你就把它放在普通的活期储蓄账户里，觉得这样最方便。你知道现在银行的活期利率是多少吗？很低，大概就在 0.6% 到 0.7% 之间徘徊。我们就用 0.6% 来算好了，300万存1年，银行给你的利息是300万乘 0.6%， 等于18000块钱，一年18000，平均一个月才1500块。在这个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的通膨时代，18000能干嘛？去大卖场多买几次菜，付一下家里的有线电视费、网路费，再买些日常用品，就差不多没了，真的连塞牙缝都不够。但是如果你今天听了我志玲的分享，去银行把那个隐藏开关打开，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利息会直接适用定期存款的利率。现在1年期定存利率大概是多少？大概是 1.6% 到 1.7% 左右。我们保守一点，用 1.6% 来算，同样是300万，一年下来的利息变成300万乘 1.6% 等于48000块钱。来，我们比一比，原本的18000块对比现在的48000块，你看清楚了吗？中间足足差了3万块。这3万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这本来就是你的钱，是银行拿了你的300万去贷款给别人，去投资赚钱所产生的利润里面，本来就应该分给你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有这个方法，没去签那个名，没开那个功能，银行就默默认定你只要最低的活期利息就好，于是中间这巨大的差价就悄无声息地被银行吞掉了，一吞就是好几年。我们再来想想，这平白无故多出来的3万块，在我们的生活里能做多少事？它可以让你跟老伴规划一趟3天的花东小火车之旅，泡温泉、吃野菜，好好放松一下，
它可以把你家里那台吵得要命又耗电的旧冰箱换成一台安静省电的变频冰箱。它甚至可以帮你最疼爱的孙子买一台不错的平板电脑，让他上网学习查资料更方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能提升我们生活品质的事情。这笔钱不是小钱，是我们应得的，绝对不能让它继续溜走。那么，这个神奇的隐藏开关到底是什么呢？请你拿张纸，拿支笔记下来，或者直接用手机截图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它叫做综合存款账户，再加上它的黄金搭档自动转存功能，这两兄弟加在一起就是让你利息翻倍的绝招。我来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以前我们的老观念，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是分开的两本存折，或者是分开的两个账户。你想存定存，得专门跑一趟银行，填写一大堆单子，把钱从活期账户搬过去，等到1年后定存到期了，你又得再跑一趟银行去办理解约或者续存的手续。对我们怕麻烦的长辈来说，一想到要这样跑来跑去填写文件，头就痛了。所以钱粹就让所有的钱一直待在活期里，方便是方便，但利息也就一直那么低。但是综合存款这个东西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就是一本存折或者一个账户，但里面像有两个小房间，一个是活期小房间，一个是定期小房间，钱可以在两个房间里自由流动。最厉害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自动转存功能。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规则告诉银行，比如你跟银行说，我的户头里随时只要留1万块钱在活期小房间就好了，这是我平常买菜应急要用的。设定好之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要你账户里的总金额超过这1万块，比如今天女儿汇了3万块孝亲费给你，你账户总额从1万变成4万了，那么银行系统会在半夜结算的时候自动把多出来的3万块帮你转到定期小房间去，存成1年期的定存。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跑银行，不用填单子，钱一进来自动就开始替你用高利率赚钱，哪怕是几千块、1万块的闲钱都不会被浪费，通通自动转去升高利息。这就像是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能理财管家，帮你盯着账户里的每一分钱，让钱自己不断的滚出更多钱。讲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谨慎的朋友要举手提问了。志玲，你说的很好，利息高，我很心动，但是钱转成定存，不是就被锁住了吗？万一我突然心脏不舒服要住院，需要一大笔医疗费，或者家里热水器坏了，屋顶漏了要急着修，钱拿不出来怎么办？这不是因小失大吗？问得非常好，这也是很多人不敢存定存的最大顾虑。但请你放心，这就是综合存款设计的最聪明、最强大的地方，它完全考虑到了我们对资金灵活性的需求，你的担心它早就解决了。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无论你是拿着金融卡去 ATM 提款，还是用账户刷卡买东西，甚至是签支票支付款项，如果这时候你活期小房间里的钱不够了，比如活期只剩下1万块，但你要付2万块的医药费，系统不会让你的交易失败，它会非常智能的自动从你的定期小房间里解约一部分定存来支付这笔钱。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需要多少解约多少，它不会笨到把你所有的定存一次全部解约。比如你定存小房间里有100万，但这次你只缺1万块，系统就只会解约1万块的定存，剩下的99万定存完全不受影响，继续安安稳稳的帮你赚取 1.6% 的高利息。这个过程是完全自动的，你感觉不到任何阻碍，领钱、付款的流程和以前一模一样，非常顺畅。这就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状态，既享受了活期存款的随时取用的方便，又赚到了定期存款的高额利息。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2026年退休族群的智慧存钱法。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更深一点，但非常实用的小知识，是关于中途解约的利息计算。你可能听说过，定存没到期就解约，利息会被打折，听起来好像会亏。没错，一般银行规定，定存中途解约，利息会按照你实际存的天数，用排告利率打8折来计算。但是你仔细算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打了8折，定存的利率还是远远高过活期利率。举个例子，你有一笔钱，用 1.6% 的利率存了半年，因为急用解约，半年的利息打8折，
相当于用 1.28% 的利率算了半年利息，可这 1.28% 还是比 0.6% 的活期利率高出1倍多，所以只要你存的时间超过1个月，用综合存款自动转存，无论什么时候因为急用而动到，你实际拿到手的利息绝对都比从头到尾放在活期里要多得多，怎么算都划算。另外，还有一种更高阶的玩法，叫做定存直借。如果你只是短期几天需要周转，比如这个月10号要自动扣缴一笔保费，但你15号退休金就会入账，你只是中间差这5天，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要解约你的定存，而是把这笔定存当作抵押品，跟银行借一笔短期的钱来周转。虽然借钱要付一点点利息给银行，这个利息通常很低，但你的原本那笔定存不会被打断，它的高额利息还在继续计算，等你过几天钱进来了，把借的钱还给银行就行了。这中间的资金成本可能比直接解约定存还低。这个直借功能在综合存款账户里通常也是默认就有的，给了你最大的灵活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越想越气，心里冒出一个大疑问：志霖，这么好的方法，既安全，利息又高，又方便，为什么我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银行行员主动告诉过我？原因非常现实，就2个字：成本。对银行来说，你的钱是它的原料，它用 0.6% 的低成本活期利息拿到你的钱，转手用 5%、8%甚至更高的利率贷款给别人或企业，中间的利差就是银行赚的利润。如果大家都把活期转成定存，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就从 0.6% 上升到了 1.6%， 它的利润就变薄了。所以银行从上到下都没有动力主动推广这个对客户极好，但对银行利润有影响的服务。柜台的行员更是如此，他们有业绩压力，推销基金、保险、信用卡，他们才有奖金和奖励，帮你办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只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没有额外好处。他们当然乐得你不问，我就不说，这不是某个行员的错，这是整个银行体系设计造成的。好了，气归气，我们关键是要把属于我们的钱拿回来。下面志霖就手把手教你实战操作该怎么做。首先，找一天你比较有空，心情也比较放松的上午，带齐3样东西。第一，你的双证件、身份证和健保卡。第二，你常用的那本银行存折。第三，你在银行留下的原留印件，就是当初开户时盖的那颗印章。然后就去你最常往来的那家银行分行。到了银行，抽了号码牌，坐下来等。等轮到你的时候，行员通常会微笑着问：伯伯阿姨，今天要办什么业务？或者他们可能一坐下就开始主动推销：阿姨，我们最近有一个很棒的储蓄险，6年期满报酬率很不错哦。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稳住，心如止水。你心里默念：我是来赚回我那3万块利息的，其他都不重要。然后你看着行员，清晰、平静、坚定地说出这句通关密语：你好，我要把我这个存折账户转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要设定自动转存功能，请帮我设定保留2万块在活期，其他的钱只要超过2万的部分，全部自动转存1年期定存。这句话有2个核心重点，你一定要说全。第一，转成综合存款。如果你的存折封面本来就印着综合存款或者中存的字样，那这不可以省略，直接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有，行员就会帮你处理。第二，开启自动转存功能，并设定保留金额，保留多少活期，你可以根据自己1个月的平均开销来定，1万、2万、5万都可以。志霖建议设2万左右，比较充裕，其他的统统让它自动去赚高利息。在这个过程中，行员可能会试图劝退你，他可能会说：伯伯，那个自动转存很麻烦，设定起来系统很慢，或者说现在定存利率也没多高啦，不如你看看我们这个投资方案，甚至说你保留2万太少了，有时候不够用啦。请你保持微笑，温和但坚定的摇头，告诉他不用了，谢谢，我就只要办这个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只要你态度坚决，他们就会知道你是懂行的，不会再过多纠缠。接下来就是换一本新存折，如果需要，然后在几张申请书上签名盖章，整个过程快的话，10几分钟就搞定了。从这一刻起，
你就正式成为一个懂得让钱为自己聪明工作的理财达人了。这里志玲再补充几个细微但重要的细节。第一，关于定存期限，设定自动转存时，行员可能会问你要存1年期、2年期还是3年期。我的建议是优先选择1年期，因为1年期资金灵活性相对最好，而且目前台湾的利率环境，1年期和3年期的利率差别不大。另外，1年期定存通常可以选择机动利率或固定利率。在现在这个全球升息接近尾声，未来可能缓步降息的趋势下，选择机动利率可能会比较有弹性。银行升息你能跟住掉，避免被固定利率锁住而吃亏。当然，你也可以当场请行员帮你看看目前的利率表，做个简单比较。第二，如果你是在公股银行，比如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等有退休金优惠存款的银行，你更要主动询问。有时候你的优惠存款额度有一个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如果一直放活期就很可惜。这时你就可以用综合存款的方式来管理这超出的部分，一样能享受比活期高得多的利息，一点都不浪费。第三，现在科技发达，很多习惯使用智慧型手机和网络银行的朋友，其实根本不用跑银行。你可以戴上老花眼镜，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打开你常用的那家银行的手机 APP， 在 APP 里找存款或定存相关的专区，里面通常会有重存、转定存、整存整付或定期存款申请等功能。你点进去，自己就能设定自动转存的条件和保留金额，动手指，几分钟就线上搞定，连出门排队的时间都省了，非常方便。朋友们，赚钱很辛苦，我们攒下这笔养老金更是不容易。守财和增值需要的是智慧和一点点行动。那每年3万块的利息差，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数字，它可能就是你好几个月的菜钱，是你和老伴一次舒适的国内旅游，是给孙子的一份厚重奖学金。不要再让你辛辛苦苦存下的养老金在银行的活期账户里沉睡贬值了。现在志玲给你的任务就是马上拿起你手边的银行存折，翻到封面，看看上面有没有综合存款这4个字。如果没有，或者你不确定有没有开启自动转存，那么明天就是明天，请你去把它办好。如果你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或者银行行员又说了什么新的理由来婉拒你，不要灰心，欢迎你回到我们这部影片的下方留言区，把情况写下来告诉我，也分享给其他朋友，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破解银行的各种话术。如果你觉得志玲今天这期影片真的帮你擦亮了眼睛，看懂了这个省钱妙招，请务必帮我按一个大大的赞，并且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老朋友、老同事、亲戚家人，让我们一起把被银行默默吃掉多年的利息通通拿回来。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玲，我们下次再见。